老店有武功山那种感觉了，连绵的小山包。是。在咱们附近没有帐篷，最近的是那个橙色的那个。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5号，我现在在湖南郴州，准备爬一个狮子口，在狮子口上露营，需要2天时间，出发吧。狮子口徒步线距离郴州西站是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拼车过来是1个人30多块。导航起点是莱阳洞老曹私房菜，这里有一个小停车场。山顶海拔1956米，是郴州市区的最高峰。路线总长大概是20公里，全程徒步在10个小时左右。这条线路是一个环线，我们走的是正川的方向。第一天上山花了5个多小时，晚上在山顶附近露营。第2天下山花了4个多小时。整条线路没有经过商业开发，山上没有碰到任何补给，路况也比较原始，强烈推荐带登山杖。这段树荫还挺凉快。还有小溪。小溪在那边，看不见了。我们从12点开始出发，已经爬了半个小时，一路都在爬升，就是这种碎石路。真的很心疼这一段在爬坡的自己，因为这一段都是白爬的，根本不需要爬这个碎石路的大坡，还在这吃呢。今天丢人了，刚才带错路了，多走了1公里多，现在拼命的在往下，幸亏一个00后小兄弟发现了，提醒我们俩。这条线路有挺多岔路口，确实很容易走错。现在这条机耕路并不是我们的轨迹，要走到小路上去，到河对岸才开始上山。我们真的走了很长冤枉路。这个看着就是什么园里救命那种地方。躲在里边躲了5天，等待救援。这个过河有人修了桥，虽然修的比较简陋。过了这个桥就开始上山了，这边上山就是石板的台阶路，有点拍不出来，还是挺陡的。没走几步呢，已经吃第2顿了。花有点要过季了，但是颜色还是很漂亮。杜鹃花。这一段其实是个小山脊，有点风，其实还挺好的。是不是很晒？这条线路沿路会看到挺多这种牌子，要跟着牌子走。感谢把垃圾带下去的好人们，大家也不要在山上扔垃圾。感觉不远了，看着是没多远，走的可真费劲呢。2个人要累死了。有点渴，但是也不敢喝水，因为水要喝2天。带的其实还可以，还喝。这个坡就是一直无脑的这么直上，是一点歇都没有，一点缓都没有。这还有一个保护生态的牌子，2014年的手写的，应该就快到一个小山顶了。
可能就是要到山顶了，然后应该要往这边走。快了，快了，走。这杜鹃都开的挺好的，现在4月底，应该还能再坚持一阵子，到5·1应该还能看见。现在能看清对面的山头，山头上还是有高山草甸的，有点武功山的意思。但是草甸的规模看起来不如武功山。而且往下一点就全是树了。武功山还是很漂亮的。看到山顶上的人没有？我们的目标也在那里。我觉得山顶应该是更远的那个。对，会到那儿了，不然下不去。最后一个山头了，这不走了，东西不要了。我在这个石头上歇了10分钟，躺着，吹点山顶的风，老爽了。今天是一个大晴天，山顶的风还很凉，现在春夏之交也不是很热，还挺好的。刚刚半山腰的花已经开始谢了，但是山顶附近的花还开得正好，红的粉的非常好看。现在我们到了1800米，还有100米就到山顶了。最后这冲顶好累呀，心率一直就没下去过。快到了，我们是这么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翻过来的。还有几百米了。到顶了。好。到顶啦！这里狮子口是郴州的最高峰，1950米。我们大概是12点上山，现在5点登顶，然后中途走错了一点，大概走错了2-3公里吧。现在我们要下山了，待会去找个营地搭帐篷，然后就可以躺下了。这一片高山草甸有武功山那种感觉了，连绵的小山包。是。是谁在这这么闲，给草编了个麻花辫儿？双马尾呢？已经有人扎营了。咱也选一个风水宝地吧。然后把你埋了。然后让我躺在这儿。大家都带了气罐，就我们没有。我们吃点冷的也行。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地点选在这个小山包，还不错吧？走看看。到了，很好，看着干干净净。我们的家
嗯，上啊！完美。扎营吧，视野也还可以。现在7点钟，我们俩东西归置好了，准备吃东西。这里气温还是挺冷的，太阳一下降，就赶紧穿上外套，在外面待着都可冷了。我觉得还是羽绒服还是有必要的。是。然后来看看我们吃的吧。我们虽然没有带炉头和锅，但是我们带了一堆零食，还带了一大壶热水。这个热水占了我那个包的1/2的重量，希望它还热着。然后带了泡面、花生、火腿肠、面包。检查一下热水。小点儿。哦，还冒气呢。再喝点热乎。还冒气呢。在这个1900多米的山上，泡面都鼓了，胀气了，气压变低了。我们这个水不是很热，所以就可以勉强用这个塑料袋当一个碗来吃。从家里带着筷子。面保存的很好啊，没有被压碎。不容易。面已经泡上了，我们现在先吃点酥饺、老婆饼和花生米。这个麻油鸡味儿的泡面看着像没放调料一样，就是白的。它确实也没有什么调料，我能放的我都放了点。在山里吃什么都是好吃的。有麻油鸡味儿吗？有一点。有麻油味儿。还挺香，这个面有点3鲜意面的那种感觉。夜幕降临，大家的帐篷都已经搭好了。在咱们附近没有帐篷，最近的是那个橙色的那个。今天的天气还不错，天上没有云，能看到几颗星星。吃饱了，捂被吧。垃圾都收好了。准备睡觉，睡一会儿起来看星星。晚安。全是鸟叫，都不知道这些鸟藏哪儿了，一直在叫。现在是第2天早上，不到6点钟，我们现在收拾东西，准备往山顶去，看看能不能赶上日出。收拾完了，干干净净，但是太阳也已经升起来了，我们就走吧。走。远处居然那么低的地方有一点云。云海在那个山顶上的，可能能看见云海。这个地方扎营也不错，他们是朝东的，他们对面就是
日出。看人家那个云海跟条河一样，反正还比咱低呢，低挺多呢。咱这啥也没有，连个云都没有。是，咱这啥也看不见。远处的云海也太好了，我们这一点都没有。难怪他们扎营都选择在这附近，这里有水，没想到。这个水看着确实很干净。就是帐篷好多呢。都沿着这个溪水。其实这个山里还挺干的，如果不沿着溪水的话，就是整个鼻子里都是干的。沿着溪水也没有太大用，会好一点吧。因为你想海边都还一样干，确实也干。最后这段都是这种钻林子的小路，有点撞头，然后坡度也比较大，石头有的不是特别稳。刚刚一个大姐给个橘子，我要不是因为真的没水了，我就剩这点水了，我实在闻着太馋了。好甜啊！馋成这样，一起吃一大块。我们终于下来了，这里就是我们出发的时候的分岔路口。如果正穿呢，就走下面这条路；反穿就往上走。又到这个小桥了。那个就是咱们上去的那个山，狮子口。要2个酸梅汤，2个冰粉吧。冰粉多少钱？冰粉5块。好。你大记得呢，我叫我给手宽手。下山我们是直接在山脚拼了一个车，7座的车，坐了6个小伙伴，每个人是30块钱，拉我们到郴州火车站。到郴州市区之后，我们见了一个朋友，他带我们来吃了郴州当地的烧鸡公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